在乌克兰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目标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回应称，西方国家参与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俄罗斯必将做出回应。乌克兰近期由于战场形势不利，已宣布会突破所有之前设置的红线。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可能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不过，为了预防俄乌冲突扩大升级，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准备支持乌克兰北约化。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与多国媒体负责人会谈时，严厉警告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是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一步。俄方将保留做出对等回应的权利。Мы думаем на тему о том, что если кто-то считает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ставлять такое оружие в зону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для нанесения ударов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создания проблем для нас, то почему у нас нет права поставлять наше оружие такого же класса в т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где будут наноситься удары п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бъектам тех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эт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То есть отв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м. Мы над этим подумаем. 普京之所以发出这一警告，是因为美西方正在放宽乌克兰武器使用范围。就在美国表态称有限制地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后，乌克兰方面3号证实，乌军首次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摧毁了俄军一套 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据悉，乌军是在2号使用美元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打击部署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的 S-300防空系统。事实上，乌克兰的不顾一切是由于近期战场形势不利。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4号表示，有关冲突的所有红线已荡然无存，乌克兰需要大量高精度武器，以同俄罗斯实现战场军事。俄乌冲突到现在为止，那么北约对俄罗斯似乎有在进行类似于混合战争这种军事行动，这点上我觉得俄罗斯国内很多人是有这个看法的。那么这样的话，既然北约可以对俄罗斯做，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够用类似的手段？现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似乎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底线。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底线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局势它会滑向什么地方，这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大家并不知道真正的底线在哪儿，或者说我们的承受的极限在哪儿。而美国与北约也借此炒作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借此敦促更多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英国《每日电讯报》4号还披露，北约为此正在制定一项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计划，正设立多个地面走廊，以便在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时迅速调遣驻欧美军士兵和装备。对于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说法，普京敲着桌子回应称，那些说法是在用恐惧来维持西方全球霸权的愚蠢尝试，意在欺骗西方国家的人民，敦促他们武装自己，并向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Вот напридумывали, что Россия хочет напасть на НАТО. Вы сбрендили совсем, что ли? Тупые вообще, как этот стол? Кто это придумал? Это чушь, понимаете? Бред собачий. 此外，普京还透露，俄军在乌克兰的损失比乌方的损失要少很多。目前，乌克兰大概关押了1348名俄罗斯士兵，俄方则掌握约6465名乌克兰士兵。俄罗斯和乌克兰所遭受的无法挽回的损失比例也大约为1比5，乌军每月损失约5万人，其中死伤人数大致各半。普京还认为，美国向乌克兰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武器、弹药和设备，不是因为他喜爱乌克兰人，而是因为相信这将进一步促进美国所谓伟大和全球领导地位。而美国没人关心乌克兰的利益。普京还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进行预测，表示美国将容忍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干到2025年春天之后，他将被换掉。西方已经有若干人选来角逐乌克兰总统一职。在回答俄乌冲突何时结束的问题时，普京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曾就乌克兰问题给他写过一封信，普京也以书面形式回复了拜登。普京告诉拜登，美国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冲突将在2到3个月内结束。普京说，即使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与乌克兰签署和平条约，但乌克兰必须是自愿的。
对于普京的这种说法，美西方显然不予理会。事实上，西方为避免乌克兰战败，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当地时间6号在法国纪念2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天晚上将宣布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事教官的决定。法国《世界报》称，马克龙希望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联盟，共同向乌派遣军事教官。德国对此仍持谨慎态度，但包括波罗的海3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准备加入该联盟。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4号提前对法国进行警告称，有理由认为这些教官已在乌克兰开展工作，无论他们是法国的军事人员或只是雇佣兵，都是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任何在乌克兰的外国军事教官，无论他们是不是法国的，都无法免受俄军的打击。华盛顿邮报称，马克龙计划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的想法似乎雄心勃勃，但具有很大风险。这一举动意味着外国军队直接公开参与俄乌冲突，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更严重后果。之前其实俄罗斯很认真的在对北约援乌的武器来进行，我们可以描述为狙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北约的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的人员，哪怕是公开部署之后，他一定会比想象中更快的面临人员伤亡。那么那个时候北约国家怎么办？包括我们讲北约的所谓自卫条款会不会受到触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后有可能整个欧洲会陷入到一个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滑向开战的一个结果。美国在放宽对乌武器援助使用范围的同时，也不希望激化与俄罗斯的矛盾。拜登5号抵达法国，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拜登在行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乌克兰的和平意味着确保俄罗斯永远不能占领乌克兰。但他又接着称，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将加入北约，也不准备支持乌克兰北约化。对于北约是否有与俄罗斯开战的危险，拜登则明确回答不会。他还称，美国和北约无法接受乌克兰失败。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失败，你们将看到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将会离开北约，实行更加独立的政策。近来，随着战场形势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捷克总统帕维尔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越来越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2022年9月底，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根据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对此，普京曾表示，乌克兰将加入北约是俄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如果乌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日前重申，俄永远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敌对集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是不是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而不是说乌克兰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来进行判断的。如果说这些国家判断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于美国、英国、法国的利益有利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会支持、会赞同、会鼓励。反过来说，即便我们说乌克兰为了北约的利益跟俄罗斯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损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本国经济甚至我们说基础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西方国家在判断自己从中无利可图的情况之下，也不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今天是第2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8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及英国国王查尔斯等20多位欧美国家领导人在诺曼底海滩出席纪念仪式。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今天美媒挖出的一位102岁美国老兵的故事，对此呢再次做出了见证，让人格外唏嘘。那这名叫罗伯特·佩斯奇蒂的这个老兵呢，跨洋赴欧洲，在乘船前往诺曼底时突发意外，被医疗直升机送往德国。周五呢，与世长辞。今天法国方面邀请了多国近200位2战老兵出席诺曼底纪念活动，他们基本都是行动不便的100岁老寿星了。媒体也普遍相信，这将会是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亲历者们他们最后一次重返2战的现场，参加这样一个重大的纪念活动。诺曼底登陆，也就是英文的 D-Day， 被称作是2战欧洲战场最长的一天，也是美英法多国盟军打响对纳粹德军全面反击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那么在此重大纪念日，到底该纪念什么呢？
当然是纪念2战反法西斯、反纳粹侵略的团结与抗争，缅怀无数像佩斯奇蒂这样的2战老兵他们的牺牲与勇气。但是呢，不得不指出的是，从美西方媒体的前期关注，包括参加这场盛典的美西方领导人的他们的密集的前期造势来看，最后一次出席大规模纪念盛典的这些个2战老兵们，他们本该是主角，但是呢，他们注定只会成为政客们的背景板。比如呢，东道主媒体普遍关注总统马克龙会不会在此期间宣布向乌克兰派出军事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发出警告，这些个军事人员一旦进入到乌克兰，就将会成为俄罗斯合法打击的目标。同步展开对法的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确认要连续发表2场讲话。今天呢，在美军诺曼底公墓讲，明天啊，则要在打响登陆战第1枪的奥克讲来讲。那么拜登他会讲什么呢？《纽约时报》的今天的标题说，拜登会将盟军登陆战与乌克兰战事相关联。《华盛顿邮报》的标题说得更加直白了，虽然拜登演讲是指向全球的，但是呢，必须要注意他与前任特朗普在国内政治死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啊，拜登最新的欧洲行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出他与特朗普的不同，是服务于他自身的选战的考量。那么盟军纪念诺曼底登陆，此前啊刚刚举行胜利日阅兵的俄罗斯当然不应该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的纪念盛典，但是呢，这一次俄方不在受邀之列，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再度成为座上宾。所以在我看来，这次诺曼底的纪念盛典再次成为西方阵营协调立场、继续强化对俄罗斯施压对撞的一个最新的平台。而众多到会的西方领导人，他们呢实际上也都各自有内政的考量。普京周3在集中会见西方媒体高层时喊话警告，俄罗斯有能力对外提供远程武器打击西方目标。西方国家参与对俄攻击意味着直接开战，那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普京总统是在参加有俄罗斯达沃斯之称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那么接受西方媒体群访时做出这一番表示的。那这一次群访的对话呢，可以说相当不寻常，持续3个小时。美联社发自圣彼得堡的电稿就称，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普京总统首次接受西方媒体的联合采访。那么联系今天的诺曼底纪念日活动，包括即将到来的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俄方都是缺席的。所以啊，普京这次直接喊话西方主流媒体，他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不少美西方媒体也都在突出普京对有关核弹应用的警示性的表态，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应抽离他的表述背景做过度的解读。普京在这个对话中指责美西方的最新动作将会削弱国际安全，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警告美西方直接卷入到对俄罗斯的战争中，俄方呢保留同等还击的这种权利。普京口中的最新动作，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放宽对原武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也包括马克龙可能宣布的援乌军事人员派驻等等。普京就此警告说，莫斯科同样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区采取非对称的手段来反制。那么被问到会不会动用核武时，普京就声称，俄方核安全政策早已经制定，西方早有人认定俄罗斯绝不会应用核武，但是如果俄罗斯的主权与领土安全遭到威胁，俄方必然会考虑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啊，他在回应美媒提问时就表示，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俄方都可以与之共事。他甚至并不讳言，即使在当前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与乌克兰签署和平条约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乌克兰必须要自愿参加谈判。普京也并没有排除俄罗斯与美国、英国、法国成为所谓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他提到，曾经是接到过拜登的一封信，而他呢也在回信中强调说，停止俄乌冲突的前提就是美方停止向乌克兰供武。如果美方收手的话，冲突将会在2到3个月内结束。所以啊，就此而言，普京实际上是在释放两面信息。一方面，他固然是在展示
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它的身段同样是够灵活的。那么这能不能转换为俄乌战场的新的态势，取决于乌克兰尤其背后的美西方能不能把握其中的信号，做出相应的抉择。但是呢，我们从诺曼底释放的信号来看，劝和促谈的这种可能性是相当之低。